上集我们说到，索利提尔成功打破了黄金箱的结界，而感知到那股魔力波动的费伦等人也立刻赶到悬崖边确认情况。只见原本笼罩整个黄金箱的结界已经彻底粉碎。邓肯开口表示，看来对方是觉得没有必要再继续隐藏了。费伦当初的魔力探知确实没有出错，如此强大的魔力反应，对方必定是足以匹敌马哈特的存在，而破坏结界的人也正是他。无论其目的究竟是什么，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束缚马哈特的枷锁即将被彻底解开。此时休塔尔克也察觉到异常，只见黄金箱的范围正逐渐向外扩张，于是费伦立刻做出判断，表示现在只能先带着福利连撤退。邓肯也同意这个决定，并表示自己会先去通知村民进行避难。与此同时，索利提尔已经来到马哈特面前，马哈特冷声询问他的来意，索利提尔则询问他是否已经理解当初讨论过的那些人类情感。马哈特沉默不语，索利提尔也明白了结果，表示一切果然如他所料。虽然两人都试图理解人类，但所走的道路却截然不同。不过他并不讨厌马哈特这份探求的执念。马哈特闻言当即质问他究竟想说什么，索利提尔则平静回应，实验本就伴随失败，只要不断重复这些失败，总有一天会得到答案。因此他希望马哈特能继续进行这场实验，因为这个实验最终会证明人类与魔族的共存不过是一场幻想，而他也会协助这一切的进行。马哈特对此并没有反驳，只是表示随他高兴。另一边村民们已经开始撤离，费伦让休塔尔克将福利莲搬上马车，因为此刻不论他们如何呼唤，福利莲始终都无法醒来。邓肯则表示道，或许是因为他为了加速解析记忆，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其中所致的。而就在众人准备撤离之际，费伦再次感知到那名破坏结界的魔族正在逐渐逼近。休塔尔克顿时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表示以现在的人数恐怕无法完全脱身，于是他立刻主动表示要留下来负责拖住对方。费伦闻言也表示会一同留下，但邓肯却只是表示交给他会比较好。然而他却遭到了两人的拒绝，因为他更应该负责保护村民与福利莲。一旦福利莲完成记忆解析，或许就能改变整个战局。休塔尔克强撑住表示，不要看他们这副模样，他们两人的实力还是很强悍的。但费伦却毫不留情地吐槽，那他的手怎么已经在发抖了？邓肯随后也只能答应他们，转身就带着众人撤离。而就在不久之后，索利提尔也追上了费伦与休塔尔克，但在看到两人已经摆出战斗姿态时，他反而表示不必如此警惕，因为自己并没有打算与他们战斗，只是想稍微了解一下他们而已。休塔尔克低声询问费伦的判断，认为对方看起来似乎没有那么强，但费伦却立刻否定这个想法，因为能看见魔力量的他十分清楚，眼前这个存在究竟有多可怕。随后索利提尔也开始了自我介绍，但就当费伦听到他自称为大魔族的瞬间，整个人不由自主地冒出冷汗。休塔尔克见状询问他是否听过这个名字，但费伦却摇头表示自己从未听过。自己在进入北部高原之前，福利莲就已经让他记住了所有现存的大魔族的名字，但他却从未听过索利提尔这个名字。费伦不由回想起当初福利莲会逐一指出书中那些大魔族的模样，并严肃告诫自己绝对不能对那些大魔族产生战斗的念头。即便自己如今已经成为优秀的魔法使，也至少还需要锻炼半个世纪才能与其抗衡。自己当时虽然也表示明白了，但福利莲却会再次强调，如果遇到没有记录的大魔族，绝对不能犹豫，必须立刻逃跑，因为大魔族的强大魔力全都是依靠常年累积才能获得的，而能活到那种程度却没有留下任何记录，唯一的可能就是所有见过他们的人都已经死了。休塔尔克听后也忍不住冒出冷汗，但索利提尔却开口表示这只是误会，自己一直以来都可以避开人群生活，从未杀过任何人。然而这番话在费伦耳中毫无说服力，因为他身上散发的那股尸臭味不可能是假的。于是费伦毫不犹豫地施展魔法攻击，但就当烟雾散去后，索利提尔却毫发无伤地站在原地。费伦立刻意识到那是防御魔法，而索利提尔依旧自顾自地提出问题，他对费伦的一切都充满兴趣。费伦没有回答，反而再次凝聚魔力准备进攻，但就在那一瞬间，一把飞剑突然刺入他的肩膀，费伦根本来不及反应，而那把剑在命中之后瞬间消失。紧接着天空中出现无数飞剑，索利提尔冷声警告，如果他们再攻击自己，就会斩断他们的双手，让他们彻底失去战斗能力，他们只需要回答问题就好。但话才说完，他又像是想到什么，淡淡补充，就算砍掉双手似乎也无所谓，只要还能开口说话就足够了。休塔尔克闻言也只能硬住头皮冲上前进攻了，但索利提尔只是轻描淡写的操控飞剑将攻击全部挡下。他看住休塔尔克越发感到兴趣，因为他能清楚感知到对方内心充满恐惧，却依旧没有退缩，仍然咬牙与自己战斗。但下一瞬飞剑便刺入了休塔尔克的背部，鲜血瞬间涌出，
就在索利提尔准备靠近之时，一道魔法攻击再次将他逼退，正是重新站起身反击的费伦。而另一边伤痕累累的修塔尔克也再次握紧战斧站了起来。这一幕让索利提尔忍不住惊叹，人类总是能带给自己新的发现。另一边邓肯已经安置好村民，但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只能让众人先行离开。翻过前方山头便是帝国势力范围，就算是马哈特也不会轻易踏入。果然在村民离开不久之后，马哈特便出现在邓肯面前，平静表示自己即将离开这里。邓肯闻言并没有回应，但马哈特却反问道：弗利莲是否与村民在一起？因为自己已经决定将这片区域所有认识自己的人全部杀死，之后再去其他地方重新开始，这一次一定能理解那些情感。邓肯闻言缓缓开口，表示自己早就知道马哈特无法让黄金乡恢复原样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仍然保留着一丝希望，因为自己始终无法忘记那位曾经为伊泽尽心尽力的老师。但如果马哈特选择离开这里，那他就是人类的威胁，自己也没有任何理由再让他活下去了。马哈特听后只是平静地看住邓肯，询问他说这句话是否是认真的。邓肯闻言继续补充道，自己至今都没有与马哈特交手，并不是因为恐惧，而是依旧期待这段故事能迎来更好的结局。但马哈特却冷声反驳，让他不要说的好像自己有机会战胜一样。邓肯当即回应，能不能赢只有打过才知道，为了这一天的到来，自己早已做好准备。即便抛下故乡多年，也从未松懈过对魔法的锻炼，如今再次逼近死亡，反而让他更加清楚彼此之间的差距。而邓肯此刻也已经摆好了战斗姿态，他再度缓缓开口表示道，但即便知道了实力的差距，自己仍想抓住那一丝胜利的可能，也许自己比想象中更加顽固吧。马哈特轻笑回应，邓肯从以前开始就是这种性格，而战斗也随着展开。邓肯率先发动攻击，但马哈特瞬间绕到背后挥刀斩下，邓肯当场被击飞出去。马哈特平淡表示，这让他想起过去与邓肯进行实战训练的时光。而烟雾散去后，邓肯冷声回应自己也是一样，这套动作早已看过无数次，随即再次施展魔法反击。马哈特一边闪避一边思考，没想到邓肯竟能挡下自己的斩击，且每一次攻击都精准咬住破绽，与当年的少年简直判若两人。邓肯随后就施展出龙卷风魔法，试图困住马哈特，但马哈特依旧从容展开防御魔法抵挡，心中感叹邓肯在技术与控制力上的成长。而邓肯趁机绕到背后释放强力魔法，却被马哈特以外套化为黄金挡下。马哈特坦诚地说道自己确实低估了他，但即便此刻的马哈特甚至能感受到战斗带来的乐趣，但他的内心依旧很清楚，绝对不能放任弗利莲顺利逃入帝国领域，因为那里不仅有国防结界，还有魔岛特务队镇守，即便自己与索利提尔联手也难以得手。于是马哈特决定将邓肯化为黄金结束战斗。但就在这一瞬间，他的全身反而开始黄金化，他这才察觉邓肯竟然能使用咒反魔法，而这一切必须追溯到成为1级魔法使之后。所有晋升1级的魔法使都能获得赛利耶授予的特权魔法，而就当邓肯提出想学习咒反魔法时，赛利耶也是冷声提醒，这种魔法虽然实战价值极高，但却至少需要修行个上百年才能学会，因此这是人类绝对无法掌握的魔法。但只要透过让渡魔法，邓肯就能获得自己100年修行而来的咒反魔法。邓肯闻言缓缓开口表示，将一名魔法使毕生心血交予他人，这不就是所谓的特权吗？一旁的冉泽闻言当即提醒道，如果赛利叶大人失去这项魔法，那就等于失去对抗诅咒的手段。但赛利叶却毫不在意，表示自己有无数方法对抗诅咒，并且特权是绝对的，区区数百年的时间对他而言不过是转瞬之事，自己只需要重新修炼就可以了。但他仍提醒邓肯，维持咒反魔法需要庞大的魔力，虽然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，但邓肯是绝对无法做到的，并且他必须在诅咒发动的瞬间展开魔法。然而诅咒在发动前并不会出现任何征兆，邓肯又该如何应对呢？画面回到现在，邓肯冷声表示，自己很清楚老师释放魔法的时机，即便感受不到任何魔力波动与迹象，但自己可是曾与马哈特一同修行无数岁月的弟子，他也深知马哈特即使被黄金化也一定能恢复原样，因此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。